我是不同意《经济学人》这个说法，我觉得非常愚蠢。《经济学人》这篇文章，我查了一下，没查到他作者是谁。我觉得那个人不太聪明。就他提出这个主意，说让美国政要去向邓小平取经。邓小平死掉多少年了？那他那个时代的两岸关系和美中关系，现在早已经发生天翻地覆变化了。所以现在如果邓小平活过来，他讲的话应该和习近平差不多的。那么是不是美国现在应该去请教习近平，怎么样让中共满意啊？那好比建议，这样建议就等于相当于建议说，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罗斯福去请教希特勒和东条英机，说要怎么样你们才能不发动侵略啊？不过呀，我同意《经济学人》这篇文章当中有一句话，他说，如果想要确保攻击台湾对中国而言会是一场豪赌，美国和台湾就必须比中国多想一步。那问题是什么叫做多想一步？怎么样才算是多想一步？那么现在中共已经再次挑起台海危机了。那么这场危机当中呢，和以前相同的是说，还是三个角色：中共、台湾、美国。但是如何看待此时此刻中共挑起的新的台海危机？那么对这三个角色，中共、美国和台湾，现在可以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角度或者说眼光。简单来讲就是说，一种是台湾角度，一种是全球角度。那么这两种角度也可以被看作是短期眼光和长期眼光。我觉得我现在先来从台湾角度来谈这个如何看这个新的台海危机啊。如果按照单纯的台湾角度，不考虑周围台湾以外的所有局势的变化，那么从传统的台湾角度看，中共就是说中共要统一，那美国不愿意看到这个结果，就会加以干预。那么如果是从台湾的角度看，台湾的角色呢，就是自己还是有一定的主动权的。所以台湾也有一种声音认为说，如果和中共好好的沟通中共不一定就非要武统台湾嘛，所以可以化干戈为玉帛。那么从台湾角度来看，美国呢就会认为说，美国是看到台湾很重要，要利用台湾了，所以台湾可以从中获得比较好的有利的位势。那我觉得这种传统的台湾角度有点短视，而且有点过时。什么叫这个经济学人说要比中共多想一步？怎么多想？就是我觉得是要从全球角度来看这次台海危机，那么看法就完全不同了。那么同时，台湾一些人过去习惯性的一些面对两岸关系的一些旧的思维也完全过时了。首先，我从全球角度来看中共的角色，那么就会发现说，这次台海危机和历史上的历次台海危机完全不同。它虽然是第4次台海危机，但和前3次完全不一样。它主要不是两岸关系引起的，而是全球战争风险当中的一环。说再明确点，就是说台湾现在是中美冷战的前线。那么中国的目标和以往台海危机的目标也完全不同了。这次它不是单纯为了统一，但还有更大的要挑战美国的目标。那么中共正在持续不断的扩军备战，这个速度大体上和这个大日本帝国上个世纪20年代、30年代海军的急剧膨胀非常相似。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台海危机里中共的角色，他是不是占领台湾以后，他就会安心经济建设维护东亚和平放弃挑战美国、威胁美国呢？恐怕完全相反。按照中共现在这样挑战美国、持续不断的扩军备战，那么如果他占领台湾，他将激发出进一步的国际野心，把美国看作是可以打击、可以压迫的对象。那么从全球角度来看，中共占领台湾就会把台湾视为挑战美国和日本的跳板，把台湾当成一个它可以毁掉但是不心痛的军事上的前进基地。所以从台湾的旧角度去看，说两岸关系嘛，血浓于水但我想说，你不要忘掉，是中共是可以把台湾当作打美军、打日军的前进基地，牺牲掉他不在乎的。所以中共是完全可能，假如他占台湾的话，他会在台湾驻军上百万。
他今后会对美国的军事威胁是从台湾出发了，那么南海就变得不那么重要，变成次要。中共也可能把它针对美国的军事部署前移到台湾，那么面向美军离台湾最近的冲绳基地和关岛基地，从台湾出发发起攻击和包围。那么如果是从全球角度来看美国的角色，如果中共真的占领台湾，那么第一岛链就破功了，美国面临的危险更大，他必须为了自保进一步部署对驻扎在台湾的共军攻击部队。所以为了避免这种局面，美国现在军方是全力以赴的加强在东海和东亚的备战部署，以备战来阻止战争发生。那么再就是从这个全球角度来看台湾现在的角色，我觉得有一个新的视角，就是说，万一要是中共占领台湾，那就不是两岸和平的到来，而是中共把战争火海前推到了台湾。那种情况下，主张和平统一的声音，实际上是会给台湾招来中共从台湾出发的对美战争。那么，就像日据时代的台湾老一辈的人都还应该记得，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初期，台湾是后方。但是战争后期，台湾显然变成躲不开的前线。当时美国海军和陆军、空军最初拟定的攻击日本的方案是先攻占台湾，再从台湾出发攻击日本本土。而后来仅仅是因为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上将呢，坚持要首先攻占这个关岛附近那个塞班岛，就马里亚纳群岛。那么占领了塞班岛以后，美国空军就可以从那里出发攻击日本，不需要再用台湾的空军基地来轰炸日本。这样的话，台湾才逃过一劫。即便是这样，美国空军当年还是对宜兰和高雄的机场实施过轰炸的。那如果共军不费力就进军台湾，什么和平统一，然后再重复大日本皇军的战略，那么台湾就逃不过世界大战的劫难了。所以这次台海危机的前景是说，如果台湾和美国、日本采取相同的步调，以备战而止战，则和平存，就台湾就有和平。你备战才有和平。那如果台湾是以放弃战备来求和平，那么战争就会到来。具体来讲，就是说，如果现在台湾有武备，有武力防备，又有美军和日军协防，那么让中共不得不承担攻打台湾的巨大代价。这样的话，中共既不能和平占领台湾，武力攻击台湾又损伤巨大，他就可能不得不搁置攻击台湾的军事计划。那么，然后他就可能转而求其次，把南海作为对美攻击的核潜艇基地的出发的基地，那么加强对南海的占领，还有对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部署。那么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说，中共是在东海和南海两面部署、两手准备。那美军也是两面防备、防堵、两面备战。那么在南海的相关国家当中呢，除了澳大利亚的备战决心和备战能力稍微强一些以外，其他东南亚国家国防都很弱。那么面对中共的权力军事威胁是不堪一击的。那么只有当台湾成为一块中共啃不下来的硬骨头的时候，台湾才能保住自己的安全。那如果台湾轻易的向台湾某些势力主张的那种缴械投降，那么台湾不但是不再有和平，而且今后相当时期内会成为中共用来发起对美国攻击的基地，中共也会在台湾征兵做他的炮灰。那个时候战火就真被中共引到台湾来了，而台湾的和平、民主、自由、经济繁荣也将不复存在。所以我看到中华民国行政院长苏贞昌先生5月1号有个发言，他表示说，中国不放弃武力攻台，对台湾安全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是最大的危害。他强调说，只有自助才有人助，只有自救才能得以生存。苏贞昌提到说，以色列也是被不友善国家包围的，正因为自立自强，才能让世界尊敬，才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台湾情况一样，他说，我们国人同胞生于忧患，如果安乐不知奋进，不知团结努力，跟敌人唱和，还让国外的敌对势力渗透，那才不安全。我觉得他讲的这番话很有道理。台湾也有一些人看到，现在中共的香港正在部署所谓的一国一制，就是他
把他以前讲过要一国两制那个话抛弃了。那么，我想说的是，光看到中共在香港部署一国一制，以为说中共的一国两制是假的，光看到这层不够的。因为如果中共真在台湾推行一国两制，那可能和以前他讲过的一国两制是完全不同了。那个时候，中共可能会在台湾实行共军的所谓军管和戒严哦，一切是要让台湾为他的中美冷战服务。所以说，如果两岸关系在2020年中美冷战启动以后出现拐点的话，那么这个拐点最大的特点就是说，两岸关系现状如果不变，中共才可能空谈一些一国两制的陈词滥调。那如果两岸关系巨变，中共的犯台图谋得逞，两岸关系就是大陆和中共台湾军管区的差别了。那中共如何残暴，过去和现在如何对待他的百姓？前面我提到的历史上他发动多起侵略战争，台湾人如果多了解一些，就可能会让一些人对中共的盲目好感慢慢的消散。刚听。